2026年8月23日，一则与赵丽颖儿子隐私保护有关的呼吁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。核心意思其实非常简单，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可以讨论，但未成年孩子不应该成为公众围观和传播的对象。尤其是在暑期旅游高峰期，孩子跟随父亲外出游玩的画面被路人拍下并在网络传播之后，这件事迅速从普通的亲子出行变成了娱乐话题。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谁带孩子出去玩，而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：明星的孩子到底应该拥有多少普通人的生活？赵丽颖没有公开点名任何人，也没有把讨论引向婚姻关系，更没有把孩子的问题变成成年人之间的争论。她所强调的是未成年人隐私本身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克制的表达。因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父母带孩子去游乐园、去长城、去看电影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当父母本身拥有极高公众关注度时，孩子的一次出行就可能变成数十张照片、无数转发以及持续不断的讨论。成年人可以选择接受聚光灯，也可以选择远离聚光灯。可是孩子没有选择，这或许才是这场争议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。很多人谈到明星保护孩子隐私时，第一反应往往是不要公开正脸。但实际上，隐私保护远远不只是遮住一张脸那么简单。一个孩子的学校、生活轨迹、兴趣爱好、经常出现的地点，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，都可能成为个人隐私的一部分。赵丽颖这些年来对于孩子相关信息一直比较谨慎，这种谨慎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，她希望孩子长大之前可以拥有一段尽可能普通的童年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孩子刚刚进入校园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因为父母的身份被陌生人认出来。有人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，甚至会认为被认识也是一种幸运。可是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，这未必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他可能只是想和同学一起踢球、聊天、参加学校活动，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家庭背景成为别人谈论的话题。所以，保护未成年人并不意味着否定父母正常陪伴孩子的权利。恰恰相反，真正合理的状态应该是，父母可以陪孩子去看世界，但孩子不需要为父母的知名度承担额外的曝光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中，网友真正应该关注的，不是照片里的孩子像爸爸还是像妈妈，更不是通过几张侧脸照片去猜测长相，而是为什么一个普通孩子的日常生活会成为公共流量的一部分。必须客观地说，父亲陪孩子旅行、陪孩子游玩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。无论是去游乐园还是去历史景点，都是非常普通的亲子活动。因此，如果把整个事件简单理解成谁对谁错，其实很容易把事情带偏。真正值得讨论的是，父母对于保护孩子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。一种观点认为，只要尽量遮挡孩子面部，避免正面拍摄，就已经完成了基本保护。另一种观点则更加严格，既然孩子还没有自主决定是否进入公众视野，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减少孩子出现在公开传播环境中的机会。两种观点都可以理解。问题就在于，当一个家庭中的父母拥有不同的隐私标准时，孩子就很容易成为那条最敏感的交界线。尤其是在热门景区，人流量巨大，游客拍照频繁，短视频传播速度又非常快。一个家庭原本只想拥有几个小时的亲子时间，但一旦被路人拍摄并上传网络，事情就可能完全脱离当事人的控制。因此，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到底是谁让照片流出来，不如思考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。在网络时代，明星家庭应该如何给孩子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隐私保护机制？也许答案不是简单的戴口罩，而是提前考虑拍摄环境、公开场所、孩子的活动区域，以及照片被二次传播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。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而是所有公众人物家庭都需要面对的新课题。娱乐新闻最容易出现一个误区，只要涉及明星家庭，就会天然被包装成婚姻故事。于是，父母之间的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甚至一次同框，都可能被解读成关系变化。但对于孩子来说，
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。他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上学，什么时候放学，需要有人陪他完成作业，生病的时候有人照顾，害怕的时候有人安慰，取得进步的时候有人为他高兴。父母即使已经不再是夫妻，也依然可以共同承担父母的责任。这其实比外界想象中的复合决裂更加重要。如果把目光从娱乐话题拉回现实，就会发现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结束，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此消失。所以，无论父母对于隐私保护的标准是否完全一致，最终都应该回到同一个目标，让孩子健康、平静、有安全感地长大。至于网上那些关于寒心、失望甚至矛盾升级的解读，我们反而应该保持一点距离。因为没有当事人明确说明的情绪，我们没有必要替他们下结论。一句没有点名的话，不一定就是在暗示谁；一次没有回应，也不一定意味着关系出现变化。对于公众人物，我们可以讨论公开信息，但不能把猜测直接包装成事实。这不仅是对明星的尊重，更是对孩子的保护。这场讨论最后或许应该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：我们为什么喜欢明星？因为他们的作品，因为他们的角色，因为他们在舞台上的光芒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。一个演员可以接受观众评价自己的演技，一个歌手可以接受公众讨论自己的舞台表现，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义务成为娱乐内容。所以，把关注留给作品，把安静还给孩子，其实是一句非常值得被认真理解的话。它不是要求网友完全停止关注明星，而是在提醒大家，关注应该有边界，喜欢也应该有尺度。对于赵丽颖而言，她首先是一名演员，同时也是一个母亲。对于孩子的保护，是她作为母亲可以做出的选择。对于冯绍峰而言，陪伴孩子成长同样是父亲的重要责任。真正理想的状态，并不是要求双方完全一样，而是在涉及孩子隐私的问题上，尽可能建立一致、清晰的保护规则。而对于网友来说，最好的支持也许不是继续寻找照片，不是讨论孩子长得像谁，更不是从几句话里寻找所谓的婚姻密码。真正成熟的追星方式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关注，什么时候应该退出一步。孩子不是热搜里的关键词，也不是明星故事中的隐藏主角，他只是一个正在长大的普通孩子。也许多年以后，当他回头看自己的童年，最珍贵的不是网上留下了多少照片，而是那些没有被镜头记录却真实存在的快乐时光。所以，与其追问赵丽颖到底有没有寒心，不如把问题留给我们自己。你认为明星子女应该拥有怎样的隐私边界？父母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，是否应该提前制定统一标准？如果你是家长，你会选择完全不公开孩子的信息，还是认为适度分享也没有问题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理性分享自己的看法。也希望我们在讨论娱乐新闻的同时，不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：成年人可以接受聚光灯，孩子却应该拥有选择安静长大的权利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也感谢每一位愿意理性讨论、尊重隐私的观众。我们下期再见。